今天的教程是这个长方形的收纳筐。这个长方形收纳筐使用的材料是一个底板，底板的尺寸是20厘米宽，30厘米长，一共有76个孔位，剪了70根原木色的藤条，70厘米长。使用的藤条是2.5毫米直径的原木色藤条，还有2.5毫米直径的白色藤条，都是圆形的。这个收纳筐的编织步骤是：第一步，一字穿条的穿条方法；第二步，小锁链边打底；第三步，1压2滚边；第四步，3圈3股扭边；第五步，平边编织了20个等号，这个叫异色等号，一个白色一个木色组成的一个等号。接下来再编织了3圈3股扭边。完成筐身的编织之后，就进行收口。收口呢，第一次1压2滚边，第二次1进5铁丝滚边，第三次1压2滚边。以上就是这个筐的编织步骤。喜欢这个作品的，请观看接下来的完整编织过程，或者来直播间学习吧。如果这个教程对大家有帮助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今天来做这个长方形的底板。这个底板尺寸是30厘米长，20厘米宽，一共有76个孔，剪了76根70厘米长的圆形藤条。这个光面是正面，这个磨砂面是底面。在开始编织之前，我们需要把光面上面的一层透明保护膜撕掉。撕掉之后，这一个光面的图案是非常高清、非常漂亮的。现在我们来开始做编织。编织的第一步是穿藤条。拿一根藤条，从正面向反面穿，2个孔里面穿过去。穿过去之后，两端对齐，拉平，这个叫一字平穿的穿条方法。接着我们采用左低右高的穿条方向，左低右高，两端对齐，拉平，这就是左低右高。现在再穿一根，左低右高，我们就这样按照这个方向把它穿完一整圈。好，就这样左低右高的方向把它一整圈穿完。左低右高，对齐拉平。最后一根同样是左低右高，右高，对齐拉平。现在呢，我们76根藤条已经穿完了。穿完之后，我们检查一下，看藤条的方向是不是都是左低右高。如果都是一致的，那我们接着做第二步。如果有不一致的，我们需要进行调整。现在我这里76根的方向都是一样的，那么现在就来开始做第二步，小锁链边打底。现在把藤条往外掰。小锁链边的口诀是右挑1，左压1。一个孔里面有2根藤条，2根藤条为一组竖条，右手拿一组，左手拿一组，右手的交叉到左边，完成第一次右挑1。我们的藤条呢是要平行着的哈。左手再拿一组新的竖条，右手的再次交叉到左手边，右挑1，第二次。完成2次右挑1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开始做左压1。拿起左手边的第一组竖条，压向右边。压向右边之后，就不用管这一组竖条了。现在开始做我们小锁链边的口诀。左手拿一组新的，左右挑1。左手第一组竖条，压向右边，左压1。拿一组新的竖条，右手的交叉到左边，右挑1，左压1。右挑1，左压1，右挑1，左压1。好，就按照同样的方法把一整圈小锁链边完成。右挑1，左压1，右挑1，左压1，右挑1，
左压一，右挑一，左压一，右挑一，左压一。现在到最后了，我们需要把前面的2组退出来重新编织，因为这个花瓣呢它不好看，我们要保持所有的花瓣一样大小，把这2组退出来。把它重新编织，右挑一，左压一，右挑一，左压一。现在呢，已经没有右挑一的条了。接着把右挑一的这一组竖条从这个孔穿上去。现在左手边有2组竖条，这2组竖条呢，就是对应着这2个花瓣。现在我们一一的把它们完成。左压一，从这个孔穿下去。不好穿的呢，我们就借助撬刀啊。如果可以直接穿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穿下去。好，第2组左压一，拉紧，完成，拉紧一下。现在小锁链边已经完成了，我们检查一下，看所有的花瓣是不是一样大小。如果不一样大小的呢，我们就要进行每一根藤条呢把它拉一下，让它整体都一样大小。如果都是一样大小的呢，那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了。现在我们来做第3步，1压2滚边。我们翻过来，这里是正面，我们需要把竖条全部整理到正面，做1压2滚边。1压2滚边怎么样做呢？现在我们来开始做1压2滚边。1压2滚边在哪里开始都可以，手上拿3根，第1根绕过2根的后面，把它拉到前面，再拿1根新的藤条凑足3根，拿第1根绕过2根的后面拉到前面，拿1根新的藤条凑足3根，拿第1根绕过2根的后面拉到前面，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凑足3根，拉第1根到前面，凑足3根，拿第1根藤条拉到前面，凑足3根藤条，拉第1根藤条到前面。这就是1压2滚边的样子。这个1压2滚边在我们这一个框里面呢，它需要用到2到3次，它是比较常用的一个编法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它用同样的方法把一整圈完成。最后2根，我们把前面的2根推起来，每一根都有它自己的孔位的，一定要穿对正确的孔位了。穿完，我们把它们拉紧，拉紧。现在呢，我们旋转下来，现在我们旋转过来，然后把它们整理一下，让它们的缝隙更小一点。整理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做第4步，3圈3股扭边。我们去量藤条做3圈3股扭边。现在我们来开始量藤条做3圈3股扭边。拿出来我们这个原木色的藤条，围绕着这一个框的周长宽松的量1圈，量1圈就是编1圈的量。好，宽松的量1点。我们要编3圈，所以呢要量3倍。我们要剪2根3倍长的藤条，还有另外1根呢是无限长的藤条。现在3根藤条呢已经准备好了，2根3倍长的，还有1根是这一捆无限长的。现在我们要把这3根藤条呢从小锁链边里面穿下去。现在我们需要整理一下，这个底板一共有76个孔，每一个孔出来2根藤条，最终有152根藤条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它们分成，有50组藤条呢是3根为1组，还有1组藤条呢是2根为1组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需要第1组竖条，前面有1根边条是2根藤条为1组的，前面有1根边条。第2组竖条是3根藤条为1组的，前面有1根边条。第3组竖条同样是3根藤条为1组的，前面有1根边条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3根边条从这3个位置把它穿进去。第1组竖条呢是2根的，其他50组都是3根藤条为1组。
最终呢，我们把它分成51组竖条。第二组竖条是3根为一组。好，这样我们把3根藤条都穿进小锁链边里面。现在3根藤条在底部已经穿好了，留一个小辫子就可以。现在我们观察一下，2根藤条为一组的第一组竖条前面有1根边条，第2组竖条、第3组竖条都是3根为一组的，前面都有1根边条。现在我们开始做3股扭边。3股扭边的口诀是压2挑1，拿第1根边条压过第1组和第2组竖条，挑起第3组竖条，补上第4个空位。拿起第1根边条压第1组和第2组竖条，挑起第3组竖条，补上第4个空位，这就是压2挑1，压2挑1。现在我们在做第1圈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注意3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的藤条要分成3根为一组，其中第1组是2根为一组，最终是有51组竖条。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竖条呢，要垂直于桌面，要直上直下的哈，不要内收，也不要外扩。第3点就是我们这个边条要拉紧，不要松松垮垮的。现在我们继续做3股扭边，压2挑1，压2挑1，压2挑1，拉紧边条，整理竖条，让它直上直下的，拉紧。好，压2挑1，在转角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转角的地方竖条呢都要把它拉得直直的，然后这个转角的地方需要注意，不要让它内收，更加不要外扩啊，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。因为这个长方形的转角呢，它是一个直角，所以它比较不好控制这个形状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，边条不要拉太过紧了，也不要太松了，就是要让它竖条直直的。好，完成之后继续压2挑1，压2挑1，每一次到转角的地方都需要注意一下。好，就这样我们把3圈3股扭边完成。3圈3股扭边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头尾相接的地方，这里是第1组。现在1 2 3 1 2 3，好，3根就已经完成。接下来我们要拉竖条压框身，要把这个缝隙拉到看不见，3根一起拉，拉竖条压框身，拉竖条压框身，拉竖条压框身。好，就这样把一整圈完成，把它们的缝隙都拉到看不见就可以了。现在一整圈已经拉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把这2根藤条呢，把它收起来，这一根从这里收，这一根从这里收。收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接下来做平边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异色等号的，从这里穿下去，拉紧，穿下来，拉紧，拉紧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断。把它剪断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来白色藤条，这一捆白色的藤条同样是圆形的，2.5毫米直径的。现在我们把这一根藤条呢，这个地方把它穿下去。穿下来之后拉上来，把它藏起来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来开始做平边，平边要编等号。平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2根藤条呢，它一直编过去，它是平行着编织的，不会有相交叉的地方。今天这一个底板呢，分成了51组竖条，是单数，单数的话我们一直把它平编完成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等号是异色等号，就是一根木色一根白色组成的一个等号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做编织，木色的在底下，然后白色的在上面。我们先完成木色的，这里挑1，白色的在上面直接挑1，
好，木色的在下方直接挑一，好，白色的在上面挑一，每一次都是从白色的下面拿起木色的进行挑一。好，就这样我们把它完成一整圈。我们要做20个等号，也就是40圈啊。好，就这样我们一直编下去就可以了，不用在任何地方变换方向，一直做平编就可以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现在呢，已经完成编织20圈了，已经完成编织20个等号了。现在我们就把这一根白色的把它收起来，我们从这一根这里收下来。好，我们从这里收下来，直接穿到这里出来。好，从这里穿下来之后，把它们收紧。好，收紧之后剪断，剪断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做3圈3股扭边。现在我们要去剪2根3倍长的藤条。现在这一根藤条呢，我们围绕着这一个框的周长，把它留够3倍就可以了。宽松的量一圈，这里是1倍、2倍、3倍。好，在这里剪断它。现在我们去量另外2根3倍长的藤条。在开始编织3股扭边之前呢，我们再进行一次拉竖条压框身，哈，把这些缝隙拉到看不见，但是要注意一下，不要把等号拉到把它重叠起来了。好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。现在整理1圈之后呢，我们就拿出来量好的另外2根3倍长的藤条。另外2根3倍长的藤条呢，我就没有在中间剪开，我就直接这样又使用，然后把它挂在这一个竖条里面。如果你剪开了呢，你就直接从这个竖条里面穿下去就可以。现在我们又做3股扭边，压2挑1，压2挑1，压2挑1，做3圈3股扭边，压2挑1，压2挑1，压2挑1。好，就这样把3圈完成就可以了。3圈就要结束了，头尾相接的地方。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好，这3根我们就从这3个地方把它收下来，只穿到3股扭边里面去就可以了，或者穿下来几个，不用全部穿到下面去。穿下来之后拉紧，好。这一根从这里穿，这一根从这里穿。现在3根穿下来了，把它们拉紧，拉紧之后剪断。剪断之后呢，我们就框身编织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收口。第一次收口，我们做1压2滚边，跟底部的1压2滚边是一样的。手上拿3根，哪里开始都可以。拿第一根绕过2根的后面，拉到前面。拿3根藤条，拿第一根拉到前面，凑足3根，拿第一根拉到前面，一样的方法把1压2滚边完成。最后2根把前面的2根推起来，每一根都有它自己的位置的，一定要穿对正确的孔位了。穿完它，拉紧，把它拉紧，拉紧了之后整理一下，让它更均匀。接下来我们去做第2次收口铁丝滚边。现在我们围绕着这一个框的周长剪出来大概的铁丝，留多一点。现在围绕着这一个框的周长把铁丝剪出来了，然后呢用夹子把它固定住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铁丝滚边。手上拿6根藤条，左手大拇指推着铁丝，拉紧第一根藤条，从第6个孔穿进去。拿1根新的藤条凑足6根，拉紧第一根，从第6个孔穿进去。拿1根新的藤条凑足6根，拉紧第一根，从第6个孔穿进去。
拿一根新的藤条凑足6根，拉紧第一根，从第6个孔穿进去，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把一整圈穿完。当穿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多余的铁丝剪掉，然后用连接管把它连接起来。现在继续把它们剩下的完成，拉紧第一根，从第6个孔穿进去，凑足6根，拉紧第一根，从第6个孔穿进去。现在穿到这里，我们就把多余的铁丝把它剪断，从中间开始剪，留一点点缝隙。好，现在拿出来我们2.5厘米长、2.5毫米直径的不锈钢连接管。这个铁丝它是3毫米直径的，然后这一个不锈钢连接管2.5毫米直径的，直接穿是没办法穿进去的，因此我们需要在1厘米的地方把上面的胶皮去掉，然后呢把它刮去之后呢，连接管就可以穿进去了。现在把它刮了，现在把胶皮去掉之后，我们要剪一点胶棒，把它塞进连接管里面，让它更加稳固。现在把胶棒塞进连接管里，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烧融化，涂一点在铁丝上面，然后把它穿进去。这一头同样的把胶棒塞进去，也把它烧融化，两端对齐，等它冷却。冷却之后呢，我们要拿一点电工胶带把它们缠起来。这个是电工胶带，把它们缠起来，缠紧。缠紧之后，现在我们把剩余的藤条把它穿完，同样的凑足6根，拉紧第一根，从第6个孔穿进去，拉紧，从第6个孔穿进去，拉紧。现在手上这5根呢，就对应的是前面的5个孔，现在一一对应的把它们完成，拉紧，拉紧。不好穿的，我们要借助收口针把它们穿进去。好，同一个孔，拉紧，穿进去，拉紧，拉紧，拉紧。好，把2个孔都把它戳了。最后一根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整理一下。整理好之后，我们做第3次收口，同样是1压2滚边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们整理好了。接下来就做第3次收口。同样是1压2滚边，哪里开始都可以。手上拿3根，拿起第1根拉紧，绕过2根拉到下面，拿一根新的藤条凑足3根，拉紧第1根，绕过2根拉到下面。好，我们把它立起来，凑足3根，拉紧第1根拉到下面，凑足3根，拉紧第1根拉到下面。在做这个框子，我们使用了3次1压2滚边。好，就这样我们把一整圈把它完成。完成之后呢，这个框子我们就编织完成了。最后2根同样的把前面的推起来，推松一点，拉紧，从这一个穿下去。第2根拉紧，从第2个孔穿进去。每一根都有它自己的孔位的，一定要穿对正确了。接着我们把退松的2根拉紧。现在呢，我们第3次收口就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它整理一圈，让它更均匀。整理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剩余的藤条把它剪断，剪断它这个
收纳框就完成了。拿起藤条，剪刀贴着边缘，斜下45度角，留3毫米压边。好，把它剪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现在里面的剪完了，接着我们把下面的3根把它拉紧，拉紧之后剪掉，剪掉之后这个框就做好了。好，完成了。好，这个作品就完成喽，可以做柜子里面的收纳框，电视柜里面下面的收纳框，哪里用都可以。喜欢这个作品的，自己动手做一个哟。